今天啊，我們來聊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。有一種語言，它的誕生是為了一個超偉大的夢想，就是團結全世界。它就是充滿理想跟希望的世界語 Esperanto。誒，你想過這個問題嗎？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講同一種語言，那會變成什麼樣子？就聽起來好像有點烏托邦，對不對？但這個聽起來很夢幻的問題，其實就是世界語這個偉大想法的起點哦。OK， 所以世界語 Esperanto， 我想很多人都聽過，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人造語言。不過哦，這裡有個很有趣的點，你可能不知道。它的名字 Esperanto 其實跟世界一點關係都沒有誒。這個詞是來自創作者的筆名，意思是一個懷抱希望的人。哇，光是知道這點，是不是整個感覺就不一樣了？它就不只是一個要給世界用的語言，它更是一種希望的語言。好，那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充滿希望的語言，它背後那個偉大的、充滿理想的夢到底是什麼？時間回到1887年，一位叫做柴門霍夫的醫生創造了世界語。他的目標啊，超級明確，而且說真的非常崇高。他想要創造一種政治上完全中立的第二語言，讓不同國家的人可以透過它來促進和平，增進彼此的了解。你說這理想是不是很偉大？要有這麼偉大的目標，當然得有個很強的賣點嘛。世界語最大的賣點就是它號稱超級簡單，但問題來了，它真的有像大家說的那麼神，是一門完美的簡單的語言嗎？我們來看看，它最厲害的承諾就是說學它的單字就好像在玩樂高積木一樣，真的不誇張。你只要學會一些基本的詞根，也就是那些積木塊，然後再學一些詞綴，也就是連接器，你就可以自己動手拼出超級無敵多的詞彙。口說無憑，我們直接來看例子，你馬上就懂了。比方說 domo 就是房子，好，現在我們在後面加上一個代表小的東西的後綴 ado， 啪就變成 domedo， 也就是小木屋。再一個 bella 是美麗，前面加上一個代表相反的前綴 mal， 就成了 malbella 醜陋，超直覺的吧？最後一個 learning 是學習，後面加上代表場所的 ajo， 就成了 learnajo 學校。你看背後的邏輯是不是非常清楚，非常有規律？還不止這樣哦，世界語還要記個核心規則，讓它在紙本上看起來真的超級好學。第一，沒有任何不規則動詞，這對我們這種學過英文的人來說，簡直是天大的好消息，對吧？再來，它的拼寫是一個字母一個音，看到什麼就念什麼，然後重音永遠都落在倒數第二個音節，像 Esperanto。最後，所有的名詞都是 O 結尾，形容詞都是 A 結尾，規則清清楚楚，完全不囉嗦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想，哇，聽起來又簡單又有理想啊，那為什麼我們今天不是每個人都在講世界語啊？這就是故事的轉折點咯。答案呢，藏在複雜的歷史和政治角力裡面。我們來看這個時間軸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坎坷了，根本就是一部血淚史。首先，在1920年代，國際聯盟差點就要採用世界語了，結果被誰擋下來？法國。他們怕法語的外交地位會被動搖。好，這就算了。到了二戰時期，那就更慘了。納粹德國和蘇聯這兩個政權都全面封殺世界語。等到戰後，好不容易成立了聯合國，結果呢，人家選了英文、法文、俄文這些本來就很強勢的語言當官方語言，世界語再一次被晾在旁邊。好，被這樣一連串打擊下來，你可能會覺得這個語言的故事應該就到此為止了吧？但神奇的是，並沒有。世界語的故事不但沒有結束，他還用一個誰都沒想到的方式活了下來，甚至可以說是浴火重生。沒錯，他從來沒有征服世界，但他也從來沒有真正死去。然後，一個改變一切的東西出現了——網際網路。
網絡的出現簡直是給了這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社群第二次生命。突然之間，大家可以輕易地在線上找到彼此，互相交流，把這個語言傳承下去。你看這個數字5946，猜猜這是什麼？這是在1987年網絡還不普及的時候哦，在華沙舉辦的世界語大會，總共有多少人參加？你沒看錯，將近6000人。我的天哪，這數字真的很驚人，完全展現了這個社群的生命力。而且這不只是一個數字而已，世界語是有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文化在的。他們每年都有幾千人參加世界大會，他們有自己的搖滾樂團、流行樂團，他們甚至還拍了電影，其中一部你可能意想不到，是1965年由鼎鼎大名的《星艦迷航記》的艦長 William Shatner 主演的邪典電影 Incubus。他們還有自己的節日，像是紀念創辦人的柴門霍夫日。你說這怎麼會是一個死掉的語言呢？根本就不是嘛！所以講到這裡，我們到底該怎麼評價世界語？它究竟算是一次成功，還是一次美麗的失敗？這個問題很值得思考。讓我們來客觀地分析一下。我們先來看最直接的，到底有多少人在說？支持者會跟你說，全世界有幾百萬人哦，但現實可能就比較骨感一點了。曾經有項學術研究，地點還選在一個號稱世界語重鎮的德國科隆市，結果你知道嗎？他們只找到30個能流利使用的人，而如果我們把全球所有世界語組織的會員加起來，大概是2萬人。這跟幾百萬差距確實有點大。當然，世界語本身也確實存在一些很合理的批評。首先，很多人會說它太歐洲中心了，它的單字絕大部分都來自歐洲語言，這對亞洲或非洲語系的人來說就沒有那麼世界了嘛。再來，它有一些頭上戴了帽子的特殊字母，像是 ch、sh、j， 這在早期電腦打字和印刷上，說實在的有點麻煩。最後，也有人批評，正因為它是人造的，所以它缺少了自然語言那種會隨着時代自己演化成長的生命力。但這或許就帶我們回到了最關鍵的一點，我們中文把它翻成世界語，但這其實是一種誤解。就像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Esperanto 這個字，它真正的意思是一個懷抱希望的人。所以，這讓我們重新思考，世界語的核心精神或許從來就不是要征服世界，而是要懷抱希望。所以最後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一起思考：到底衡量一門語言成功的標準是什麼？是一定要看有多少人使用嗎？還是說，如果它能創造出一個這麼獨特的、有韌性的、跨越國界的社群，即使最初那個統一世界的夢想沒有實現，這樣算不算也是一種成功呢？